好，对，终于轮到我了。黑到片天，那我们现在终于呢要来拍这一支 Apple Vision Pro 的影片。其实距离我到手已经大概2个星期，本来是想要很快在收到的时候就快速开箱，然后带上去，然后拍使用体验。但是用了1天2天之后，我发现里面有太多东西，因为这个是完全跟我们现在所理解的苹果装置不一样，有蛮多部分需要体验久一点的时间，然后再跟大家分享。然后加上这个，我觉得是 iPhone 发表以来最革命性或者最跨时代最不一样的产品，所以我想要花多点时间来好好用它、体验它，然后再跟大家分享我的心得。所以今天的影片会有点长，那里面会讲到这个产品有好的，有我觉得可以进步的地方，那我们就来一一讲吧。OK， 那这个开箱的过程呢，其实已经在我手上了，但是我们还是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整个开箱的过程。那这个箱子呢，比想象中的还要大。那苹果总是在第一世代的革命性产品有一个非常豪华大型的箱子，从当年的第一代的 iPad 到第一代的 iPhone， 第一代的苹果手表。那这个 Apple Vision Pro 的盒子也是非常的大，打开之后里面的包装，我觉得它是有非常细心的想要把这个产品看到怎么样呈现在你前面，是一个最有体验、最不一样、最革命性产品的感觉。那我觉得这个地方它包装设计的这个经典感是有做到，但是如果你是想要请人帮你带回国啊，或者什么这种方式的话，你要先考量到这个箱子的体积跟重量有多少。OK， 那我们就直接来讲这个外形吧。那我个人觉得这个设计水准是完全没有话说，你可以去仔细的去检视每个地方的细节，从它整个外观啊，还有对外的萤幕上面的镜头，然后上下方的散热孔，还有这个眼罩磁吸吸上的方式，那甚至到这个旁边的喇叭孔啊，还有这个头戴装上去的方式，我觉得都是非常多细腻的细节在里面。那这个我可以仔细去观看，慢慢去看它非常久的时间，就是能去赞叹苹果工业设计的能力。但是要讲回来了，有时候这个美观这些细节跟材质的选择跟实用性可能是反方向的。那如果你要说这个是苹果的惯例也没有错，他们一向宁可去选择这个质感、细节跟它的这个高级感，那反而为了去牺牲掉一些舒适度还有实用性。但是用了2周之后，我也常去想啦，这些美观的部分跟它的重量跟它实际使用上这个实用性是不是能取得一个更好的平衡。那像它外萤幕这个地方可以显示你的眼睛的地方，那就这个是苹果很强调需要有的一个功能，但它其实是可以关掉。这时候我就在想说，是不是真的一定必要有外面这个外萤幕，那少了这些部分它的重量整体可以减轻多少，或者它材质选择不一样，重量可以减轻多少。但或许这个就是苹果称它为 Apple Vision Pro 的原因，可能有下一代叫做 Apple Vision Air，那到那个时候他们会有更多轻量化的材质设计选择在上面。好，那再我们就来讲它的佩戴方式。那里面是附给你2种不一样的头戴，那有这种直接一戴式的，还有这种双戴式的。那我自己的选择上呢，我戴过双戴性的，我觉得它的支撑性真的是会比较平均一点，但是我刚好啦，我的头型或是我买到这个版本跟我脸型还算有点吻合，所以我戴这个单戴式的我也不会觉得太不舒服，只是这2个绑带它们支撑的压力点会有点不太一样。然后跟目前为止这个单戴式的，只要我把它拴紧，它的重量在我脸上我其实是可以接受，而且我可以戴非常久。但是这种穿戴式装置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会压到你的头发。那不管你选择这个单戴式压到你后面的头发，或那种双戴式压到你上面的头发，这一点就是无解了。现在目前任何这种 VR、AR 装置都有同样的问题。但是还有一个我觉得相对起来更麻烦的地方，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有化妆的人，那你在戴的时候难免可能会刮到你旁边的妆，或者说这边会有另外的压痕。那如果你用稍微久一段时间，可能看你在的环境的温度是怎么样，你可能里面会开始冒汗流汗的时候，一定会影响到你的妆容。然后再加上这个眼罩的这个压条一定会对你的外观造成非常大的影响。那我是没有化妆啦，所以对我而言就是有多那一条好像你在戴滑雪护目镜的这种感觉，挖镜的感觉。但如果你比较在意这些化妆啊被影响到部分要用它的话，就比较注意到这个地方。那在佩戴的时候，我觉得姿势上要去习惯它，因为这个东西毕竟是不轻。那在你头上的时候，你如果今天很轻松，你要躺着戴，其实也可以，可是整个头罩的这个压力就会在你的眼眶上面。那你坐着的话，就记得2个方式啊。如果你坐的椅子是没有靠背啊，没有头部的支撑的话，那你就尽量坐直，头转动的速度尽量不要太快，不然这个重量在你脸上会非常明显。那另外呢，如果是在办公椅上坐的话，我也强烈建议，我那天就带着他去看人体工学椅，发现其实有头靠的，然后当你姿势搭配的很好的时候，它其实可以在你头上非常的
舒服。而且如果你调到一个有点倾斜的姿势，让它背后可以去支撑这个重量的话，其实可以让你更长时间使用这样的装置。那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那天带着 Vision Pro 去调人体工学椅的过程，那最后选了哪一张椅子。最近用这个好久，觉得脖子开始很酸，因为前面的重量实在是还是有点明显，所以我今天特别带这个 Vision Pro 就是来挑一张我觉得坐下来可以帮助我的坐姿，然后在我脖子上有多一点支撑的一个人体工学椅。那我们就来到 Stanfriend 的这个门市来试试看，他们现场非常多张的椅子可以供我们试坐跟挑选。OK， 那我们进去吧。嗨，欢迎光临。Hello， 你好。这种装扮我没有看过，真的。对，因为其实我现在就是最近带这个 Vision Pro 嘛，然后在外面做测试，可是就是它的重量毕竟还是蛮重，在我这个头的前面，是，脖子就会有点觉得不太舒服，然后造成我的坐姿跟平常站姿都不太正确，所以想说来挑一张适合的人体工学椅，让我可以边戴着用的时候还是很舒服。今天很开心可以跟大家介绍这一款的话，是我们卡布头算是旗舰规格的这个产品，那欢迎体验看看。你可以先试试看，我们这个泡棉呢是前后是有做一个人体工学这个曲度，所以你坐上去的时候会感觉到很好的包覆感。摸得出来 ，OK。坐上去可以感受到一个不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这个泡棉有特别调过配方，所以它非常的 Q 弹，它正好是可以把你支撑住，可是可以感受到那个包覆性。卡布头这个椅子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它基本上调节功能是全部都可以调的。那为什么？是因为我们当时在疫情的时候，我们去开发出这个一款的配置，让大家不需要到门店，直接把这个产品带回家，也可以调到你合适的高度，然后或者是各个细节，像你的腰点在这个位置，我们可以做一个前后深浅的这一个调节。那这对于我们这种长期在桌前工作的人有什么好处？那就是因为它可以加强局部这个腰部的支撑。那有这个支撑度之后呢，它就可以适度的去加强这个地方，去释放这边的压力。那再来的话，因为你今天带了一个非常酷炫的这个最新的 Vision Pro 装置，那必须有一些功能可以，也是可以搭配。往后躺，对，躺，大概这个再往前，我们锁在这个段位，然后把扶手做个调节。那基本上为什么我会觉得这个用途呢？你看，你把手肘做个这个地方做手肘的支撑，这是我平常最常看剧的时候使用，还有我玩 VR game 的时候我会使用的。所以当你今天戴在头上重量的时候呢，基本上你呈现这个角度，你有这样的支撑度的话，其实可以增加这个舒适性，这样子。这真的非常的明显，应该就非常清楚是真的有常常在玩的人，对不对？就帮我调了一个角度，然后我现在就可以，重量就很平衡，然后我脖子可以向后靠，这样就真的舒适很多。我觉得我现在找到最适合用 Apple Vision Pro 的一张椅子，而且它的角度超多可以调。我在想今天要选的应该就是这一张卡布头了。所以任何像我们这种长时间玩这种 VR 眼镜啊，或是你在办公在前面坐很长的时间的人，你们想要一张可以矫正你姿势的人体工学椅的话，都欢迎过来 Stanfriend 的这个门市亲自来挑选，亲自试坐就可以找到一张最适合你的椅子。那相关的资讯链接我们都会放在下方，那大家记得来挑选咯。好，那再下一点回来，我们看充电的地方，你可以看到它旁边侧边有一个苹果专属独规的接线孔，那这个孔呢是让你拴上他们独家配备的一颗电池。虽然在这个电池上面有 USB Type-C 的孔可以让你进行充电，但是如果你今天用的方式是你可能想要带出门啊，你想要有多点电力的话，可能没有办法那么方便的让你自己更换。那如果你要花$199去买这个电池的话，它在拆换的时候其实也会做到完全断电的方式，所以它需要重新开机。苹果这样设计的目的可能就是它不想要你用太久，所以它可能希望你在这个电池续航力差不多完毕的时候就进行休息。那一般的电池续航力使用时间，我的测试下是大约2个小时多一点点。就是说你一直有在用它，或者你在连电脑，或在开 App 啊，在看影片的时候，我觉得大概就是2个小时多。那如果你是很轻度使用的人的话，大约可以撑到3个多小时。但你也不用担心它不能用太久了，因为可能在那个时间或者它电力到之前，你的眼睛疲劳度就会让你需要拿下来休息一下。那下一个部分我们来讲一般使用的情况。那目前它支援的 App 其实还算偏少，弥补的方式就是很多 iPhone 啊，还有 iPad 上面的 App， 你可以在上面共用。其实，在那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它用起来比较像是一个延伸视窗的方式啊，那也不会因为它是 iPad 或是 iPhone 的 App 在上面显得不好用，你就是要稍微去习惯它的界面一下。那另外在操作上面呢，我觉得一般日常使用，其实你不太会去输入什么文字的话都还好，但是当你要输入文字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跟我们现在习惯的装置不太一样。那首先它有一个虚拟的键盘可以跳出来，但是你打字的方式，不管你今天是要用去点它
它的，或是看它去捏它的方式呢，其实都会比我们一般打字的速度还要慢。那我目前觉得输入最简单的方式呢，就是用语音输入。不管你在很多地方要输入格，它旁边都会有一个语音的标示，直接眼睛去对准那个语音的标示，然后就念出你要输入的字，那它就自己帮你输入。我觉得也算是要慢慢我们开始去习惯说，以后在 AR、VR 的世界里面，不一定是你手指要抬起来去控键盘去操控，那可能是直接对语音助理去提出要求的方式，来跟未来的科技应对。那这部分很方便，但是目前呢，它 Vision OS 的体系里面还只支援英文。那我相信可能在这个开发者大会，他们会释放出更多不一样的功能，甚至支援更多的语言，在更多的国家贩售。OK， 那下一点我们就来讲连接 Mac， 就是目前如果你要使用 Vision Pro 用生产力部分，现在比较实际的做法就是要连接上你的 Mac。那这个也是其实我一开始最期待的模式。那现在整体使用2周之后呢，也觉得这个真的是我觉得最实用的一个地方。那首先呢，它延伸出来的这个萤幕可以随你的需求去调整它的大小，但是目前呢，这个延伸萤幕就是只有一个。那我觉得其实它这样的设置是非常合理的，因为在这样 VR 的环境里面，如果你萤幕可以不断的依你的需求去放大的时候，那或许你也不太需要2个或是3个的萤幕，肯定使用方式要做点调整，就一个比较大的萤幕，然后把你视窗调成4个不同的小方位，那可能用这种使用的方式去模拟你可能有2个或是3个萤幕。但是这个萤幕的比例啊，如果今天可以让你再去做调整，调得稍微宽一点啊，或者有人想要长一点的萤幕的话，那我觉得它这样会更实用。那可能在下一次的 OS 看他们会不会释放这样的功能出来。那现在如果你在开启这个延伸萤幕的时候呢，你 Mac 本身上面的萤幕就会关闭。那一开始很多人在想说，为什么不让你 Mac 本身上面的萤幕也存在？但其实它这样设置非常合理，因为你现在眼睛里面所看到的这个世界，你会有时候啦，在光线好的时候误以为它是真实的世界，可它其实还是用它的相机去所拍摄出来的，所以你看到其实是一个 VR 的世界。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再透过它的镜头拍摄出来的真实世界，然后在萤幕播放给你的时候，那这种时候你去看你 Mac 的萤幕，你会发现它解析度还有杂讯跟细节都不算是处理的非常好。那如果你这种时候你有一个虚拟非常干净漂亮的萤幕，然后再对比你一个非常多杂讯的 Mac 萤幕的话，其实它实用性也非常不高。那它解析度到底够不够用？我知道虽然它是2颗 4K 的萤幕，就是你等于每一只眼睛看到就是一个 4K 的萤幕。那这个 4K 的萤幕呢，是它去拍照你整个的场景，所以你今天萤幕在中间一个区块的话，其实它也不会到 4K。但是我觉得你在这种使用情况，你其实感觉不太出来，因为你平常就算你真的是用一个 4K 萤幕的话，它跟你眼睛也是有点距离嘛。那现在既然有一个这么高解析度的萤幕显示器直接贴在你眼睛前面的话，其实它的细节部分的表现还是非常好，所以在一些细节文字上的表现其实非常的出色。但是同时也显示另外一个问题，我刚刚讲说嘛，这个萤幕是直接贴在你眼球前面，所以对比于一般萤幕呢，它让你视觉疲劳的速度会加快很多，那所以也造成它无法真的久用。所以有真的想要买这个长时间来工作的人，可能要好好思考这一点。那我们刚刚讲到嘛，在里面使用这个电脑延伸萤幕，那是不是只有唯一你要使用生产力就只能看这个主萤幕呢？其实并不是，它里面在这个萤幕旁边，你还是可以加进很多其他的 App 的视窗，但只是这些 App 的视窗就是从你 Vision OS 里面去延伸出来，它并不是真的连接你的 Mac。但是呢，因为苹果他们生态链里面的产品接力做得很好，所以导致你这样在用的时候，其实你的鼠标还是可以滑到你 Vision Pro 上面的 App， 所以它会呈现像是一个 iPad 上面用滑鼠一个小圈圈的这种状态。那在这种模式下，你要移动你的鼠标到旁边的画面，你的眼睛也必须要再专注在那个视窗上面。好，那下部分呢，我们就来讲这个玩游戏。那其实上面也没有非常多的游戏让你玩，那这个目前还是非常算一个阳春的功能。那对比真正 VR 用来玩游戏的这些装置来讲，它感觉也还算不是非常的到位，因为它没有一个反应非常快的一个摇杆或者操作的方式嘛。那这个我也理解，这可能就不是苹果一开始要做 Vision Pro 的目的。但是关于未来，我觉得是可以去期待一下，因为它就是本身就是一个电脑在里面有 M2 的处理器。那以苹果现在来讲呢，他们在强打他们生态链装置里面要支援这个 3A 大作。那你另外可以想象一下，再来这些 3A 大作做在上面，那可能你可以从你的 iPhone 去连接啊，你就随时有一个超大的萤幕可以让你携带着使用。那同时它自身也有强大的处理器啊，所以看它要用哪边的方式去运算都可以。但是这个我们可能就是要等今年看开发者大会，他们会不会释出更多可以跟不同装置连接啊，或是更多游戏的玩法在上面。好，那刚上述就是大致一些很多的观众可能有留言私讯我的一些用法、一些感受。那我这边再讲一下我自己用了2周之后有什么心得。那这个部分也会还蛮长的。那首先呢，我就当果粉嘛，我们就直接先讲就可以改进的地方。我这边不用缺点这个字因为其实我现在在评论 iPhone 这些产品的时候，我讲缺点那 iPhone 上面的缺点，我比较会提出来的几乎都是我认为在现在市场
场上的智慧型手机有什么功能或是有什么配备，他们硬体科技已经到什么地步或是已经成熟，但是苹果可能第一年没有用上，第二年没有用上。那在那些部分上，我觉得 iPhone 的落后在我看来就是一个缺点，因为市场上都已经有这样的选择。但是现在在 Vision Pro 上面，我认为它在大部分的地方都是超越现在市面上所有的产品。那我知道当然也是反映在售价上面。那有非常多人讲说 Quest 3虽然很多质感品质上面它这些细节程度并不及 Vision Pro， 但是它的价格才1/7而已。但是除了 Quest 3有其他 AR/VR 的装置它的价格是接近这个 Vision Pro 的水准，但是即使贩售那样的价格，也没有人做到苹果的完成度。所以我个人觉得它其实以现在科技的限制做出来的东西呢，它算是非常的完美。那可以改善的地方呢，第一我觉得就是它分享使用的便利性那这个可能就是软体上面的一些限制未来可以去进步。现在我想要跟别人分享使用的时候，它其实并没有一个非常直觉简单的方式。那里面有这个访客模式可以让我去分享，但是你的访客模式我觉得它的软体上面还是有点 buggy， 有的时候它会开启，有的时候它不会开启。那它目前使用的方式呢，它操作的方式是很依赖眼球追踪，那这个跟其他的 VR 装置不太一样。你戴上去之后，你可以用摇杆去操作，去做一些选单，去做一些设定，但是有时候如果它访客模式没有开启，或你要再切换过去的时候，它的操作跟选择这些设定就不是那么容易。那我觉得至少它需要有一些记忆就是它既然已经扫描你的眼睛，那它知道现在戴上去的人不是你的眼的时候，或许它就可以自动开启访客模式。那可能在这个访客模式下面，它就可以有一个很直觉的引导说，好，那我们现在要重新设定你眼球追踪的点，追踪完毕之后，它也可以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教学跟你说怎么去操作它。虽然它的操作模式是非常直觉简单，但是对一般没有接触过或是没有长期在研究苹果产品的人，或许一戴上去他也不知道要干嘛。那这一点呢，也可以说它的操作模式有点算是一个革命性的使用方式，因为它眼球追踪那么精准，有点精准或是简单到让一般人可能不会知道，或者说不会以为可以那么容易的去操作它。那再来就是可能在更多家人的时候，它可以设定不同组的眼球追踪那甚至可以让家人设定不同的账号，把他们的眼球追踪这个虹膜辨识都记录在里面。好，那第二点呢，我觉得就是它这个眼罩的舒适性。那这个因为我不是在现场买，我是透过这个 iPhone 去扫描我的脸嘛，所以眼罩它们有非常多尺寸据说光外面这个眼罩就有20几种尺寸，然后这个内部这个遮光环又有6种尺寸，那同时呢，在背后的这个头的绑带也有30种尺寸，所以这样组合起来有上百种。那我知道苹果是为了要追求它的舒适性，但其他厂牌在这个部分的解法就比较简单，好像比较少的尺寸就可以让更多人共用那某些程度也是因为它这个本身的重量是比他们重了不少，所以可能会特别需要去讲究这个眼罩的密合度跟舒适性。那这部分呢，目前我觉得可能就是科技上面限制，那可能未来也是等它轻量化，或是出一个更低阶、更入门的版本，可以用更轻的材质去做它。那同时呢，如果苹果想要这个装置更快去普及的话，也需要去解决这个问题。那第三，我觉得可以改进的地方就是眼球的不适感。那我也知道了，这个就是目前市面上所有 VR 装置的一个共同的痛点。那可能以现在科技的瓶颈是无解。那我个人虽然对重量上面接受度是可以，但视力上面的不适感，那这个我觉得就很难去适应。那2片高亮度的萤幕贴在你眼睛前面，今天不管是什么情况，什么人的眼睛应该都会感到一样的状况。但是这也让我了解说 AR 这个东西要真正普及，它可能还是要走真 AR 的模式，并不是像现在用 VR 去模拟 AR。那使用过 Vision Pro 之后，我了解苹果设定的这个 Vision OS 其实就是在为一个真 AR 的世界打基础。但我希望就是走向 AR 的速度可以再稍微快一点，不然依照这样长时间对眼球的伤害，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用不了多久。那第4点呢，就是生态链上面的串联。那现在我觉得就讲一个最简单直接，你带着这个 Vision Pro 要解锁你 iPhone 的时候没有办法，因为它是用 Face ID 扫描。但理论上如果是同个账号串联的话，它里面是不是就可以直接虹膜扫描去解锁我的 iPhone？ 那这其实都是很简单可以解决的问题，可能也是要等今年6月的开发者大会，更多装置上面的资源，这些细节功能上面的使用方式会有更大的解放。OK， 那再来就是讲，我觉得所有对它的感想，大部分应该全部都是我很喜欢的地方，或是很赞叹的地方。那我们很直接的说，大家会问我说值不值得买？那我觉得用体验未来的角度去看它，带上去体验到这个感动，我觉得是非常的值得。它整体呈现出来的完整度，结合当今最好的技术，让你可以完美体验到苹果软硬体整合的这个细腻度跟能力，看他们诠释出他们对未来科技世界的定义。所以这些角度看起来超值得。那或是你可能本身对科技产品这些新科技产品有重度热忱，那体验到这些东西，触控到未来会让你觉得感动，我也觉得值得去购买。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比较理性的人啦，单纯要讲它的实用性、它的生产力的话，那目前它的限制还是很多。那或许你可以先等一下，等到他们开发者大会，看他们会释放出什么不一样的新功能，可能跟 iPhone 连线玩 3A 大作，或是跟 iPad 连线当萤幕使用，那跟 Apple Watch 去连线，然后去解锁更多手势上面操作的功能。所以你是比较理性就是
虽然想玩它，可是又想知道它到底可以帮你做到什么更多的东西的话，或许等开发者大会之后再来考虑，因为反正现在也不难买嘛。那对一般使用者来讲呢，我会觉得说这个产品需要普及的话，它的价格必须还是要压在$2000以下。这一点呢，苹果自己也知道。那我也相信苹果加入这个 VR 的领域，绝对会加速这个市场的推进。那如果你也是用过很多其他不同 VR 装置啊 ，Quest 5啊、PSVR 什么等等，那你已经经过那个当初使用过 VR 第一次戴上去、第一次玩的这种震撼，我还是可以告诉你即使这样，你再戴上 Vision Pro 之后，它还是会带给你一个不一样的震撼。那这个是其实身边很多人就真的有用过那些装置，然后再来用 Vision 跟我分享的感想。从你一开始打开它这个画面，这些 App 的 icon 跳出来，或是很多时候这些视窗的呈现，看它跟真实世界的融合，那看里面的视窗在我们空间里面呈现的样貌啊，这个毛玻璃透视的程度，界面上的细腻度，眼球追踪的精准度，它都可以让你非常自然的跟这个苹果创造出来的虚拟世界互动。同时呢，你也会看到它很多里面使用的内部的技术，你都会发现它在超级多现今苹果产品的 DNA 里面。那我指的并不是只是设计界面上面的相似度，而是很多技术面的基础，像是 iPhone 12当年使用 LiDAR 就展现了一点 AR 的使用方式，但是现在看回来，原来它就是在做空间运算。那 iPhone 13 Pro 那年呢，首次发表了电影级模式，一个可以让你在录影的当下或去虚化背景，还可以选择不同的地方虚化，更换对焦的焦点，那事后在那个影片档案里面还可以再另外做调整。那个功能让我当年很震撼，就是说它在拍摄这个影片的当下，就随时记录还有判断超多复杂的现实世界资讯，那还可以及时把这些所有看到的场景用 3D 去分割出来，然后再结合你拍到的影像来做后制，那这个真是超变态。那我们看到只是简单一个影片，但其实里面有非常多的 AI 在做这个视觉判断， 3D 扫描场景，然后 AI 及时判断哪个是人，哪个是物品，哪个是背景，哪一个是你可能现在想要对焦的点，然后把它猜测理解的这个东西先呈现在你看到的影片当中。那个其实就是 AR 世界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 Vision Pro 的使用起来可以感觉那么细腻，就是因为它可以非常及时的做空间运算。那我一直用及时这个字因为 AR 是虚实的结合，那我们人类对现实世界的感知是非常的敏感，因为这个就是我们生出来就理解或者说习惯看到世界的样貌，所以在很多层面上面 AR 比 VR 复杂很多。对空间判断的精准度，能不能及时让我们不感受到延迟，把一个虚拟世界也呈现在我们现实世界里面，那同时还要搭配我们跟它的应对操作跟互动，这之间有超庞大的数据需要去运算。那如果你可以把这点做到完美，你在未来这个空间运算的世界就比人家更好的基础。那本来我也想说这样的基础用在自动驾驶上也非常的合理，但目前我们知道苹果即将要关闭他们汽车部门，要更专注在 AI 上面，但同时他们也转移很多他们在汽车部门上面的技术到生成式的 AI 上面，那我觉得在那个地方跟 Vision Pro 结合起来就是超级合理。那其实专注呢是以前 Steve Jobs 在世的时候一直很注重的地方，苹果可以不用样样精通，可是在他们专注的地方一定要做到最好。那我也很高兴现在苹果把他们重心转移到他们的本业上面，绝对相信 AI 会带来这个时代的最大革命。那如果这个基础没有把握住，未来整个市场就是拱手让人，但是如果你把它把握好了，你的 AI 做好了，未来要怎么去应用它其实就没有界限，也可以是车，可以是空间运算，可以是任何东西。当年的 Macintosh 对比 Windows 的 PC， 当年的 iOS 对比 Android， 苹果一直都是在基本功上面做得非常的扎实，那同时在使用上贴近现实生活中的那种细腻感，可以感受到出这些细节的差异，这个就是 Steve Jobs 当年一直在强调的 taste。 这一点呢 Bill Gates 自己也承认，他真的没有像 Steve Jobs 那样的敏锐度。那这次呢，我在这个 Vision Pro 上面有看到这样的灵魂延续。那在我戴上去使用它的时候呢，我得到的感动并不是哇原来 AR 世界是这个样子，而是原来 AR 再加上这样完美的品味是可以这么的美，使用起来可以这么有气质。所以呢，使用2周之后呢，我整体的心得就是我对这个产品的未来还是非常有信心。那我觉得苹果进入这个空间运算的世界，进入这个 Vision Pro 的生态系里面，我也相信他们在未来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路线需要走下去。那以现在 Vision Pro 的造价还有它的成本来讲，基本上就是卖一台赔一台，但是至少使用过之后，我看到它的基础跟基本功是做得非常的正确，而且我也完全认同他们定义出这个跟未来科技怎么去操作它的模式。那这也是为什么我这一次想要花比较长的时间来好好测试评测这个产品，因为它真的有让我体验到这种革命性产品带来的感动。好了，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 Vision Pro 的2周心得。那再来我们也会持续的比较长时间的使用它，然后我们也会留着我们这一台做更多不管是新的 Vision OS 的测试啊，什么测试版、开发者版，我们也会持续的跟大家分享它未来的发展。好，那大家有什么想法想要分享的，或者你们有买有什么使用的体验想要一起跟大家讨论，都欢迎在下面留言。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我是苹果爹，我们下次见，拜。